近期，美智库及台防部门不断渲染所谓解放军要夺取东沙岛，为此，台当局煞有其事地推出整建东沙岛计划，派驻100吨炮艇及更新雷达。而美国防部推出的中国军力报告则渲染称，大陆将在2027年在台海突发事件中具备更可靠的军事选项。报告还借机老调重弹，试图进一步推动对台军售。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日前在台立法机构备询时，狂言不会有解放军夺取东沙岛的状况。他还要求驻东沙岛官兵要有信心坚守到底。为应对东沙岛面临的所谓解放军军事威胁，除了台海军陆战队等部队进驻支援外，台海巡部门已执行所谓新计划，将进驻2艘配备机炮的100吨巡防救难艇，同时换装网络传输系统与暗记雷达，进驻备援用机动雷达车等，确保东沙岛的所谓安全。解放军对于台海的局势的控制应该说是具有压倒性的。那么他拿这个东沙岛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的更换重新的说事儿，实际上是台湾当局自己在自欺欺人。那么只不过是在两岸话题上继续的炒旧饭继续的给两岸增加这样的一些紧张局势罢了。事实上，台方一连串动作离不开美方在背后的鼓动和炒作。美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卡彭特周二在《国家利益》杂志发文称，美国外交政策圈辩论有关美国保护台湾免受大陆进攻的承诺，都仅聚焦在台湾本岛。他认为焦点需要扩大，把台湾外岛如金门、马祖也考虑进去，并称位于台湾西南近480公里的东沙群岛被大陆锁定的几率较高。他还无端揣测认为，这样做虽然大胆，却是一个测试美国保护台湾决心程度和可靠性的有效且低风险方法。而另一家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10月26号曾发布报告，模拟一个场景，即中国大陆控制了东沙群岛，并捕获500名台湾士兵。报告显示，在该演习中，美国和台湾军队将很难对大陆的行动做出有效的军事反应，来让解放军撤退。而在美国国防部周三公布中国军力报告后，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简报中提到，中国大陆对台可能制定的选项就包括所谓取得离岛的控制权。中国军力报告中还指出，近年来中国迅速推动军事现代化，其目标是在2027年时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能力，以迫使台湾当局进行谈判。此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称，大陆可能在2027年之前对台动武，引发广泛争议。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上月接受采访时声称，解放军目前已有攻台能力，并研判2025年解放军具备全面攻台能力。报告老调重弹，美方将持续对台军售，使台湾得以维持所谓足够的防卫能力。似乎是与新版中国军力报告配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周二提出所谓武装台湾法案2021，要求美国防长规划台湾安全援助倡议，提议在2023年至2027年财政年度每年拨款30亿美元，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包括提供设备、训练和其他支援，加速升级台湾的所谓不对称战力。在两岸的这个军力的对比早就已经呈现出一种大陆的压倒性的态势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对于两岸统一的决心是始终没有动摇的。那么这样一个时间点和最后两岸统一的这样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大陆方面。这个时间点的炒作我想一方面是台湾方面拿这个吓唬民众，再一个呢也是美国方面拿这个呢去逼迫台湾方面，比如购买军力增加一些这个军购等等，不过如此这样的一些政治操作而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周三也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谈到台海局势，他认为中国大陆毫无疑问正在打造与美军对等作战的能力，以便在台海爆发冲突时紧速解决争端。他预测，尽管大陆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采取所谓军事行动，但这样的时间窗口或许不会发生在未来24个月内。My analysis of China,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likely in the next near future being defined as 6, 12, maybe 24 months, that kind of window. Probably not, but anything can happen. 而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时，米利称，在美国总统做出政策决定之后，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We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efend Taiwan. We absolutely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all kinds of things around the world to include that, if required. Those are really policy presidential decisions whether or not we do that, and hence the polic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ut we absolutely have the capability.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美国新闻与报道周刊认为，这些言论表明米利并不认同中美正滑向冲突的假设，似乎是有意缓和外界炒作的这种说法。美国对于协防台湾这样的一种说法，始终实际上是不愿意投放实际的动作的。我们相信美国对于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这个决心和能力实际上是非常的明白的。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闭幕期间表态称，自己不担心中美之间会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只是在竞争而已。近日，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高层多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引发台海局势紧张。拜登的最新表态也被视作就涉台问题发出潜在信号。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指出，拜登政府发表的相互矛盾的声明，加剧了人们对美国对台政策的猜测和不确定性。拜登2次发表保卫台湾论调，但其顾问都迅速收回了言论，坚称美国政策不变。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是否意在暗示美国从长期的战略模糊政策转向战略清晰。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资深国防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卡彭特专门指出，与台湾本岛相比，中国大陆突然占领东沙、金门、马祖等台湾外岛的可能性更大。那对此您又怎么看？确实，这种猜测性的分析看上去似乎很美，因为东沙群岛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远离台湾本岛，中国大陆率先收回这几个岛屿非常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在这些地方发生冲突，不会涉及到太多的人员伤亡，也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对于蔡英文当局以及美国来说，丢了这几个岛屿，也仅仅是缺胳膊断腿的事情，并不会危及生命。因此，无论是蔡英文当局还是拜登政府，最终都会选择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然而，我要说的是，这种判断有些过于自以为是，过于想当然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件事情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与后果。首先，无论是直接拿下台湾本岛，还是拿下东沙、澎湖、金门、马祖等离岛，它在本质上都意味着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开始，会引起台湾方面甚至是美国的武力反制。其次，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中国大陆认为拿下这些离岛不会导致太大的伤亡，可以有效控制战争规模，那不排除台湾与美国方面也会有这种想法，也是心存侥幸的认为这场所谓的战争可以打，那最终战争就一定会打起来，而一旦打起来，战争规模就不是哪一方凭借主观愿望就可以控制得了的。如此一来，中国好不容易经营了40-50年的和平发展的外围环境，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就会被打断。第三，有些人认为大陆突然拿下东沙等离岛，可以摧毁台独势力的与美国的斗志，从而有助于实现统一。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假如这一动作没有摧毁台独势力与美方的意志，反而迫使他们铤而走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公开宣布独立，到那个时候又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就是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大陆虽然有能力轻易拿下这些离岛，但却始终保持克制的原因。因为这个动作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而非单纯的军事考虑，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考虑，而非局部性的战术考虑。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不担心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并补充说，他已向中方明确表示，中美是竞争，而不一定是冲突。那对此您又作何解读？我注意到拜登的说法其实是前后矛盾的。一方面他说不担心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他又担心与中国发生预料之外的冲突。大家知道，跟预料之中的冲突一样，所谓预料之外的冲突也是冲突。这个世上很多战争都是因为所谓的预料之外或是擦枪走火而引发的，所以拜登在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担心中美爆发冲突的，甚至可以说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最为担心的事情。这就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反复向中方亮明自己的底牌，也就是要防止中美由竞争对抗走向冲突的原因。而在我看来，万事万物都有因果，而且是先有因
才有果。假如我们认真追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完全偶然性的事情。所谓的偶然，从本质上面来讲，其实都有内在的逻辑上的必然性，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假如两岸之间因为所谓意外的因素或是擦枪走火而爆发了战争，那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与美国在台海周边爆发了紧张的军事对峙，而爆发紧张军事对峙的原因，又是因为近来蔡英文当局公然叫嚣两岸互不隶属，以及美国公然派遣小股特种部队进驻台湾，协训台军，以及要支持所谓台湾重返联合国。假如拜登政府与蔡英文当局不在政治上做出挑衅，两岸就不会发生军事上的对峙，没有军事上的对峙，自然就不会有擦枪走火的机会。所以当前两岸有可能在军事上爆发战争，根源在于蔡英文当局与美国在政治上的挑衅。这就如同通过羊汤来止沸一样的，你灶台下面在不断的添油加柴，燃起熊熊大火，台面上却企图通过羊汤来止沸，这显然是徒劳而无功的。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